有些年轻人像蟑螂，找不到工作，在职业里没有位置。第二天，他在抗议声中澄清：我骂的只是用假学历的人，青年是发达印度的支柱。大法官本该守着未经审判不得定罪的法律精神，却未经出庭，未经辩护，一句话对一代人做了判决。一个叫迪普克的年轻人在网上发了一句话：如果所有蟑螂联合起来会怎样？他宣布成立一个属于所有蟑螂的平台。几天之内，这个账号聚集了2000万人。蟑螂党戏仿的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，真正把他们推上街头的是一场考试。印度医学入学考试 NEET 2026年约227万人应考，考试泄题了，被迫取消。寒窗苦读的年轻人，他们走上街头，要求教育部长下台。有人绝食，冲过路障，政府出动防暴警察，发射催泪弹，封禁账号，迪普克被拘。这次抗议响应之快，参与之广，前所未见。有人说是经济下行，年轻人失业，所以愤怒。但如果只是失业，看看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。现任大法官别拿上院酬庸，删选票的选委会主席按反恐法办，女性议会内阁各占一半，吊销2大财阀的媒体牌照，判党政客20年竞选。5条里没有1条是关于他们自己的，也没有1条是祈求要一份工作。7月25日，教育部长辞职，蟑螂党宣布诉求被接受，唯一落实的是赔偿因泄题重考后自杀的学生家庭，每家1000万卢比。他们扳倒了一个部长，而那5条1条都没有动。过去这些年，印度的 GDP 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。一个增长这么快的国家，他的年轻人为什么找不到工作？答案藏在增长这2个字里。印度的增长主要来自软件、金融、外包这些高端服务业。GDP 在飞涨，但它的方式是用最少的人赚最多的钱。经济学界叫它无就业的增长。中国把几亿人从农田搬进工厂，印度几乎跳过了这一步。高端服务业只吸纳极少数精英，他们的事业不是暂时找不到工作，是这个结构从一开始就没为大多数人留位置。于是几百万人去挤铁路系统几千个岗位，一个勤杂工编制能收几10万份申请，不乏硕士博士。考公不是向往，是别无选择。政府岗位几乎是唯一稳定和体面的地方。越来越多女孩被送进大学，教育唤醒了她们，也唤醒了她们对另一种人生的期待。然后安全、婚姻、家庭的期待，外出工作的污名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送回了家。一个没有出路的世代，一个不需要他们的经济，一个睁眼般的避难所，还有一半人是被迫沉默的。年轻人的愤怒不仅仅在印度，在中国，这一代是被反复许诺过的一代，好好读书就有出路，努力就会比父母过得好，大家都信了，因为在父母那代，这些话大体是真的。但是到了兑现的时候，账目对不上了。花上百万留学，回来6000块一个月，房子、婚姻、孩子，每一座都是搬不动的山。10几年寒窗，换一个随时被优化的位置。在中国也有一件事和印度那场泄题的考试很相似。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想当医生，本硕博10来年，规培熬夜，才有资格去和几10个博士抢一个岗位。这一年，中国有1270万应届毕业生，创历史新高，青年失业率是壮年的数倍。医学生是这1000万人里
把规则守得最久的一群。而在2019年，一个叫董习莹的年轻人走了另一条路，本科是海外经济学，通过协和4+4，他成了临床医学博士。规培1年就结业，还在规培就上了手术台。官方通报4门课16个学分伪造，博士论文抄袭，4证撤销，5家机构19人被问责。协和在中国人心里是最顶尖、最不该讲关系的地方。如今，这个信念出现了裂缝。印度年轻人上街，把问题喊了出来。中国的年轻人没有那样的广场。美国经济没有衰退，整体失业率健康的停在4%出头。可刚毕业的大学生失业率约 5.7%， 是毕业多年者的2倍多。更糟的是，40%多应届在做不需要文凭的工作。同一个经济，年长的一代稳稳站着，坠落的只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。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，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感到被背叛？文章说，愤怒远超失业和 AI 本身。哈佛的青年调查只有 19% 信任联邦政府，只有 13% 觉得国家在往对的方向走。日本富了几十年，30年前泡沫破裂，那批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有个名字，就职冰河期世代。30年过去，他们人到中年，不少人成了80、50问题，50多岁还和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。日本的例子证明了，被墙挡住的一代不一定会等到春天。超过60%日本年轻人觉得去投票，社会也不会变。学者算了笔账，今天的孙辈一辈子会比祖辈多亏约1亿日元，有人叫他财政上的虐待儿童。还有一个词叫银发民主，老人多且真的会投票，天平就压向了没有选票的下一代。4种活法，一条线。它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、某一届政府、某一轮经济的错，它是什么啊？有人说是年轻人变懒了，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。印度几百万人挤一个编制，中国医学生熬10几年，美国毕业生投几百份简历，所以不是懒。也有人说是读书无用了，读书依然有用，只是它从前是通行证，现在只是一张入场券。剩下的那个东西由3股力拧成：教育扩张、技术抽走入门岗、增长放缓。这3样，印度有，中国有，美国有，日本有。它不挑国家，也不挑制度，没有哪个国家开过一场会，决定牺牲这一代吧。稀缺是真的。没有人刻意制造稀缺，但由谁承受稀缺却是人为划分的。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让座不是自然法则，是一套人为的约定，谁更脆弱谁被照顾。补偿脆弱的人是我们会用的设计，而在这条牺牲线上，最弱的人正在给别人让座。退休延后，位置锁死，养老金由年轻人供养，公交车上年轻人给年长者让座，经济里还是每一处看得见的让座都朝同一个方向，从没朝年轻人。为什么每一次站在这条线外面的都是年轻人？因为在任何一个系统里，年轻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，边际。不景气砍的不是在岗的人，是不再招新的人。房价见顶退的不是老业主，红利吃完，新人只能分那个正在变薄的增量。而那些被锁住的好位置，为什么从不被放上桌？因为话语权是攒出来的，攒在资历里、资产里、组织里、选票里，年轻人还没攒到。促就业、发消费券都是真的，但它的前提是不动任何一个已经坐下的人。中国、美国、日本至少还默认年轻人是这节车厢里的人，只是不能坐。而在印度，有人用一个词
把他们从乘客的名单里直接划掉了。蟑螂不是没座的乘客，是该被消灭的东西。印度年轻人的愤怒从来不是稀缺，是自己被划在了牺牲线内。这条线标准是别人定的，他们只是被通知的一方。每一代年轻人都被上一代说过同样的话，熬一熬就过去了，多年的媳妇总能熬成婆。这句话过去确实一直是应验的，因为经济大概率会回暖，萧条会过去，增长会回来，新的位置会重新涌出来。但这次有一个极大的不同，过去机器强体力，人往上逃向脑力，而这次机器做的恰恰是脑力本身。最先抽走的是入门那一级，是新手的立足点，也是他熬成资深的唯一的训练场。即便入口重新变宽，涌出来的岗位也可能不再留给人类的年轻人。历史还留了一个提醒，100年前，接线员是年轻女孩最普遍的工作，自动化来了，岗位消失，后来的总就业并没减少。但那些当年正在当接线员的女孩，10年以后，更多的人去做了更低的工作，或者离开了。公交车上的让座是让给此刻正站着的那个人，而历史上的这套补偿总是迟到一代人。这一代人真正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好起来，而是他们等到的是自己的座位，还是给下一代年轻人的座位。